第二个事情呢，相信大家也有所耳闻了。咱们社内呢会有一个相应的人员的调动。说的倒是好听，不就是裁员吗？哎，主编，那裁员的标准是什么？打分制。谁打分？这个集团会给我们一个评估的标准，综合考量，社里所有人都会被评估打分。我的意见呢，到时候只是一个参考，最终的裁员名单还是要由集团来敲定。这个事情呢，会在2个月之内完成，所以这段时间里面，希望大家可以不受影响，还能继续好好的正常的工作。然后有任何的想法，大家都随时可以跟我沟通，好吗？没什么想法。你有什么想法？别说话。我希望啊，这个是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打分。大家心里有很多的想法，这个也都能理解。但是现实就是这样啊，对吧？大环境的变革，任何的个体都无法独善其身，所以呢，希望大家也可以理解我们。不是，我是挺好奇的，你为什么要给我通风报信啊？吴总，我只是个人觉得对您之前的遭遇感到不平，那总得有人为正义发声吧。那这么说，你来是为了正义感，是吗？不过据我所知道的是，你可是谢林会最得力的副主编，对他是很忠诚的呀。你凭什么让我相信你和他不是串通一气，故意来给我下套的？我只能说，所谓忠诚，我只是忠于我杂志社副主编这个位置。那谢林会很多时候他那个所作所为啊，包括他的想法，我是不认同的。尤其之前他对您的那些报道，我觉得间接和直接都影响我们杂志社的发展。我个人认为他这是缺乏大局观。不瞒您说，如果他继续在杂志社主编这个位置上，我认为对中商浪潮和东方文商有百害而无一利。有百害而无一利，说得对呀。其实啊，我还听说谢林会主编这个位置做的并不稳当。你现在是副主编吧？那就是说再往前迈那么一步就是主编的位置了吧？别小看这个副字，差别可是天上和地下，你说是不是？啊？我对我目前的状态挺满意的。那行吧，你既然这么说的话，那咱也用不着藏着掖着了。我这个人啊，最喜欢上进、有野心的年轻人。说实话，谢林会能当着我那么多同行、老朋友的面，让我下不来台，弄得我是家宅不宁，那我也用不着那么大度啊，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似的。你说是不是？不过要是说你要跟我合作，多一份助力的话，那你就坦坦荡荡的把它说出来嘛。但是有一点，你要是说你没有什么所图，不求什么好处的话，那我还真不敢相信你。反正什么事都瞒不过吴总的眼睛。但我确实觉着杂志社主编的位置，我更合适。对嘛，有所图是对的，我就怕你是个假圣人。哎呀，那既然是这样的话，那你就说说你的计划，让我来听听，我是不是可以相信你？我们能不能合作？已经开了。已经来吃。
我说你们这样不行的，你们影响到了别人的正常生活了。开门，听到没有？开门！爷爷，我有那么老吗？叔叔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在拍摄，马上就结束了。不行，我要求你们立刻停止。很快，马上就结束，不好意思啊。我忍了你们很久了，你看看这里，这么窄的楼道，这个什么破纸箱子呀、鞋子呀堆得乱七八糟，别人还要不要走路了？你们这都是易燃物品，要是发生了火灾，你们负得起责任吗？我们就收的快递临时在这儿放一放，我们马上临就收。时？你们在这里摆了多久了？我不晓得。我们都说了马上就收，您有完没完？你是干什么的？我干什么的？跟你有关系吗？你管得着吗？当然有关系了，我就住在你们楼下，你们一天从早到晚叮铃咣咣、叮铃咣咣的，你们考虑过邻居的感受吗？不是，我都没说您那鸟天天在那叽叽喳喳、叽叽喳喳的，吵得我都睡不着觉。你不要乱讲好不好？我那个鸟晚上从来不叫的。那大清早叫也不行，那5、6点就开始叫，谁受得了啊？那睡不睡觉了？我发现您可真是双标。双标，什么意思啊？好了，我说什么？叔叔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们改行吗？那个，您下楼歇一会儿，这样我们也好收，是不是？您看您在这儿，我们也没法弄。不行，我今天就要站在这里，看着你们把这里全部收拾干净，我才放心。好啊，那我今天还就不收。这奶茶都什么时候了？这都馊了。这不你常点那家吗？没喝。还有那里，还有那里。哦。我告诉你们，马上就要垃圾分类了，你们以后啊更要小心点。啊，什么厨余呀、有害的呀、可回收的，你们都要分得清清楚楚。那不还没分吗？那等分了再说呗。你还不耐烦了？这个公共环境是要靠大家来维护的，不能因为这个房子是你们租的，你就不爱惜。以后啊，你们动静真的要小一点了。这个小区啊是老的弄堂，年纪大的人多，真要把哪位老人家的心脏病吓出来了。你少说两句吧，大叔，我们不是正在收呢吗？你不能老仗着你这年纪大了你就欺负人吧？啊，当我们小姑娘好欺负是不是？我怎么欺负你了？我就是跟你讲讲道理啊！我不需要你给我讲道理。你要是想发挥余热，您找你自己家里人教育去啊！我给你没亲没故，你教育我算什么事儿啊？少说两句。小姑娘，我这孩子是不用我讲道理的。我跟你讲，哎，你可别碰瓷儿，我没碰你啊！不会真有事儿吧？你就看他装吧，他碰瓷儿呢。大叔，大叔，慧姐，来，咖啡。谢谢。这个最新整理的资料您看一下。大伙儿情绪都怎么样啊？还能怎么样？哎，慧姐，您觉得以我的工作能力，我干会儿。哦，对了，集团内部论坛您有空可以看一下。我们辛辛苦苦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怎么到最后就变成几个分数了？分数能说得起我们这些年的辛苦吗？其实还是很痛苦煎熬的。杂志社创刊最难的时候我们在，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，我们加班加点连家都不回。后来新媒体起来了，人家大公司高薪来挖人，我们觉得就这样走了，良心上过不去，还是选择留下来。可现在这样，都当我们是什么呀？说用就用，说扔就扔。就算是养条狗，也不至于这么绝情吧？
也不能都是怨气。如果你足够好，根本不需要担心任何形式的裁员。可如果你不够好，中商浪潮凭什么留下你啊？谁啊？事不关己，漂亮话说起，有本事别匿名啊！要不断提升自己，才是接下来迎接寒气的唯一方式。早知道要裁员，当初就应该好好表现表现。就算养条狗，也不至于说扔就扔吧。标准啊！喂，你好，我是哪位？幸亏这里面作业比较及时，病人目前情况也都比较稳定。不过具体情况你还是要问一下主治大夫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啊。病房在这边。哎。柔儿，在哪里呀？在医院呢，刚才心脏病犯了，邻居给你送过来的，还记得吗？我下楼梯的时候有点不舒服，晕了一下，然后就跑到医院来了。估计是不是最近太累了，累着了？但没事儿啊。应该没大事啊，那个回家。什么家也别动，别乱动啊，这手别滚针。咱们刚到没多长时间，然后呢，乖乖的在医院再观察一下，然后稳稳当当的再走啊。你先别着急，再睡一会儿啊。那我再睡一会儿。对，再睡会儿。睡醒了回家。对，睡醒回家啊，睡吧。琢磨什么呢？没有，我就是想看你是跟咱妈长得像，还是跟谢叔长得像。怪不得我总看他有股熟悉劲儿。哎，姐，你说我正好住他楼上，这是不是就是咱们一家人的缘分？我怎么感觉你又憋着什么坏呢？我没有啊，我就是觉得巧呢嘛，这事儿。你说他正好住我楼下。所以说啊，这人做好事还是有好报的。姐，你看你帮了我，我才有机会救谢叔。人护士都说了，说得亏我送谢叔送的及时，你都不知道，我当时急的就差站在大马路中央拦车了。你这些大恩大德我记在心里，成吗？没事。你跟谢叔之前就认识吗？也不算认识吧，这不正巧吗？他就住我楼下，是上下楼能碰着。都怪我妈，她从来不说她以前的事儿，我一问她，她就嫌我烦，我都不能问。不过我今天见着谢叔总算明白了，那谢叔年轻的时候那肯定是个大帅哥呀，怪不得我姐也这么漂亮。你这个马屁精。没有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我爸爸帅是帅呢，但是我妈就看上人家聪明了，因为那个年代大学生是非常少的。你们这些小屁孩啊，是没有办法想象过去的年代的。那你说，这谢叔又聪明，长得又帅，那咱妈为啥跟他离婚？该不会是我爸在中间？你看你那个八卦劲儿，跟常叔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主要还是他们两个性格不合，严重不合。我妈那脾气，谁能受得了？不过我看谢叔
脾气也挺倔。我小时候俩人天天打架，我的天哪，那打的叫一个天崩地裂。所以早离早好，他们解脱，我也解脱。那姐，你是不是挺怨他们的？小时候怨吧，那时候不懂事儿，长大就理解了，什么叫怨偶啊？就他们俩那样。所以人不合适，千万不能往一块凑合。你看妈跟常叔多和谐啊，妈性格那么强一个人，在常叔面前那叫一个和风细雨，所以还是常叔厉害。那不是常叔厉害，那是他把火力都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了。哎呦喂，你可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，你就没有见识过什么是真正的火力？让你过过我小时候日子试试。没事，姐，他不宠着你，我宠着你，我就乐意对你好。哎，你这马屁精，你嘴抹了蜜，我也该管你管你啊！你可千万得管着我，你不管我谁管我呀？我就乐意让你管。姐，我觉得咱俩现在这样挺好。什么样啊？就现在这样啊。你看咱俩啥时候像这样聊过天，不好吗？啥样？你放心，谢叔这儿有我，我没事就来医院监督他，看他能翻出什么花来。你说，提醒我了，咱俩得赶紧看看他，他那个脾气，要是醒了，肯定闹着出院。哎呀，没事儿，这不是有你呢吗？有你在还怕啥呀？哎呀，你是不知道，世上最难搞定的就是自己家人。姐，你在我眼里那就是神，谁都搞得定，放心吧啊。这是谁给你的？哎，这些资料和数据涉及到很多商业机密啊，明显就是玉象投资内部流出来的。怎么搞到的？你就别问那么多了。为什么呀？五月亭出事之后，玉象投资在业务上出现了很大问题。他们为了挽回2P 的信任，留下现有的合作伙伴，在运营数据上做了很大的手脚。你手里的这份资料就是证据。你说他们造假，那这可是个大雷啊！你确定吗？这可和咱们之前的报道方向不一样的。谢灵会不就是需要这样的大雷吗？那不过这里面有些资料和玉象投资的江一迪给我的有出入呀。兄弟啊，咱们两个关系一向不错的，而且还合作过几个单子。钱呢，我也没给你少挣吧？你可千万不敢给老哥挖坑呀！我就是不给你挖坑，才让你别问那么多呢，老徐。你按我给的数据写，不会有问题的。要不这样，我再想办法核对一下。毕竟，你发出来的话，这不是件小事情。哎，老徐，你最近是不是一直在忙着采访和报道的事儿？你不太了解杂志最近发生了什么吧？不就是裁员的事情吗？谢灵会对外一直说要公开公正的打分，可裁谁不裁谁，那还不是他一句话说了算呀？当然我知道，你很多的社会关系，啊，你也看不上杂志给你发的
这点工资，你挣钱的机会多了去了，对吧，老徐？但是有一点，你我都知道，别的公司找我们做公关，看上的就是杂志社的金字招牌。如果你离开了杂志社，没有“中商浪潮”这4个字，你写的稿子还值什么钱呀？什么事儿也不能强求，我点到为止。老徐，为自己想想吧。假如你真的离开了杂志社，你在社会上还有一个做投资的大佬是你的朋友，他还欠着你的人情。怎么说，也比你捧着一个豁着口的瓷碗要有价值的多吧？你是说，五月婷，你们2个合着给谢灵慧下套？有些事儿你真的没必要知道那么多，老徐。在这个问题上，你只要明白咱俩是一起的，有我的好处，就一定会有你的好处。能行吗？就算我冒着风险写了稿子，过得了他那关吗？发稿的流程你不清楚吗？谢灵慧只在最后签字审核，那所有的流程还不是我说了算啊？你是说让我写阴阳稿，用假的稿子去蒙谢灵慧，然后把这些数据写在最终刊登的稿件上？2篇稿子不用有太大的区别，只是在数据上有些不一样，别人不注意谁看得出来呀？退1万步讲，真出了问题也不会落在你的头上吧？喂，徐老师啊，哎，那个款给你打过去了，你收到了吗？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方便问一下，那个我能看一眼那个稿子吗？哦，行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那到时候有什么需要我的，你随时跟我沟通，好吧？好嘞，好嘞。好，拜拜。充电宝有电吗？我跑了一上午，全干没电了。干嘛去了？看项目呗，看来看去，感觉靠谱，又感觉没谱。我这3月黄了4个项目。咱们公司现在好的项目全写着定名的名字，这还让不让活啊？弟弟啊，校招物料的设计稿发来了，我看没什么问题，发你邮箱了。你跟他们协调一下制作，按设计稿来。好。这不实习生的活吗？他们现在抢你项目也就算了，连实习生的活都派给你。你这么能忍，人都骑你头上了。小不忍乱大谋，那换你怎么办？发个朋友圈哀嚎2下，然后让大家参观参观你的悲惨生活。我可不干那事儿。不是迪哥，你也太死心眼了吧？你得为自己着想着想。我建议你啊，多跟其他的公司接触接触，人脉是最重要的，人脉。我告诉你啊，华科远见的 B 轮融资没有敲定下来之前，哪儿也不去。这个项目现在在人沈晨的手上，你每多一分努力，就是为他多帮一分。人家还不念你好，你何必呢？我在乎他怎么可能？我为我师傅。谢谢你，皮特尔。好的，好的，明白。好的，好的，丁总，华科远见的合同总算敲下来了。肖远那家伙欺人太甚，趁火打劫又加了不少条款，估值也砍了不少。张宏达同意了？那不同意能怎么办？钱烧的差不多了，再没有资金进来，他们就完了。来，您看看，双方法务确认过了，
您签了字，我就去宏源那边商量发布会的事情。您放心，我一定办得风风光光。这项目啊，先暂停吧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上面空降一个合伙人，已经决定了。不是，那空降的人什么背景啊？不知道啊，总部说是投行部的2号位。不是，他们调来一个对咱们这里完全业务不熟的人，他们怎么想的？可能他们不想要另一个吴月婷吧。那华科远您的合同还签不签？是这样，沈晨，你是有的选的。你帮张宏达签了这份合同，公司从这个项目中无论是退出还是持股到它上市，你都可以分一杯羹的。那当然了，前提是你得坚持到那一天啊。那您呢？我就还按以前说的办呗。刘总，算我一份。那就还按我们以前说的办，要把公司所有的项目都攥到我们手里。明白。但是就怕华科远见等不了这么久啊。他一个项目他一个命，那如果他命不好的话，那赖得着谁呀？我想知道，你为什么会接受这个调人？我原本就是做投行分析师的，后来进了集团以后，又分配到了投行部，负责投行业务。我一直认为，如果做不好一个卖方，就没法做好一个买方。我同时也认为，在创投领域，从来也不追求均匀回报。永远都是1%的企业家去制造99%的市值，且这1%的企业家有望成为独角兽，实现50亿、100亿的估值等等。而我也希望成为这一群人长期的合作伙伴。玉象投资目前正处在最困难的时期，外部环境危机和机遇并存。明白。当然了，比起外部的局势，要做好玉象投资的合伙人这个位置，会是更大的挑战。可不止一个人对合伙人的位置虎视眈眈，还有吴月婷，她的被迫出局，必定会成为我们的竞争对手。也就是说，在你还没有坐稳位子之前，就已经有了一个知道你全部底牌，而你却对他一无所知的强大敌人。外部局势艰难，内部人心浮动，确实是一场硬仗。我认真思考过了，也做好了这个心理准备。那我们就拭目以待。不过我有一个小的要求，暂时不要公布我的正式人名。在我们没有完全了解玉象投资所有情况之前，我不希望受到过多的外界因素干扰。放心吧，贷款马上就下来了，钱马上就到了。放心吧，贷款马上就到了，钱没问题。哎，你们设备可以先发货呀？是啊，先发货。对。
钱肯定能到，马上就到。这太满了，顶天立地。你们做这么长时间了，这事还用说吗？最基础的，对吧？还有哪个？这个，慧姐啊，集团人事找你。你说我开会呢？哦，这个还有科技年会组委会打电话问你明天下午会去不去？推了吧，推了吧，那种就没有必要了。哎，你问一下刘烨，他要有空你就让他去。好嘞。还有这两个，你打开对页一看，你这什么审美啊？这你们专业的对吧？你们不应该自己那块就先过了关吗？还有这个字体重新排一下版，给我确认好吗？辛苦了，小青啊。林慧，哎，这几天攒的稿子马上要截稿，你看一下。好嘞，来你坐，你坐。好。你都看了吗？有问题吗？按理说应该再过一次会，然后进入一教。但是我看最近大伙这个工作状态、情绪都不是很高，要不然……你在岗位上，你就得做好岗位上事儿，是不是？消息怠工有什么意义吗？能有什么改变吗？话是这么说，但是有时候还是需要安抚一下。哎，我听说最近家里好像出了点事儿，是吧？别提了，杂志社的事儿我帮你多分担一点吧，你最近太累了。哎呀，我真是就头疼欲裂，你知道吗？以前吧，就从来没有这种感觉，好像发生什么事儿一扛就过去了。现在，你突然觉得哟，力不从心了，就感觉好像人生有一个闹钟似的，就到那时间，噔，这个闹钟响了，所有的这个问题啊，家庭啊、工作啊、人际啊，全都扑面而来，所有的问题都爆发了。迈过去就好了。那只能是这样啊，只能是面对啊，只能忍着。你说还怎么办？这个区块链的文章专家过了吗？没啥意见了吧？没有。哎呦，谢天谢地，没意见。终于过了。我把这个就确认了哈，这个。哎呦，换根儿，哎，这蒙晕了。哟，吴月婷这个审了吗？那个初审、外审都过了，老徐是老记者了，轻重他明白的。这个得格外仔细点啊。这些数据你们都了解过吗？嗯，都了解过了。喂，哎，刘院长，啊，怎么了？报告出来了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现在行，我现在过去。嗯，好的，好的，那一会儿见面说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你快去吧，这儿有我呢。哎呀，好像情况不太好。那你务必再核实一遍啊！你说现在吧，这一变动，确实对大伙儿情绪影响还挺明显的。那个，这我就拜托给你了，不管是周刊还是月刊，咱们质量可千万得把住啊！放心，有我呢。你看你父亲这个造影报告，左主干加前三叉并编，并编位置很关键，而且呢，我们目前的技术手段无法植入支架。我的建议啊，是接受心脏搭桥手术。现在搭桥手术很成熟，而且在心脏手术领域算是比较安全的，你不要太担心。那什么时候手术呢？当然是越快越好啊，但是你父亲现在对做手术比较抗拒，你们做家属的最好还是能先做通他的工作。我也没什么毛病，就是孩子孝顺啊，每年都要把我拉到医院里面住几天，做一个全面检查。哎，你也看到了，病房里面的营养品啊、水果呀，都一大堆，我不让他们乱花这些冤枉钱，不高兴哎。你姐几个孩子？就一个女儿哦，不过我女儿厉害啊，哎，
是大记者，上过杂志封面的。好，这个中山浪潮你们听说过吧？不是我女儿来了。您好，长得漂亮吧？感觉怎么样啊？好的不得了。这老头儿，话痨。结果出来了。要开刀是吧？医生说呢？那就开吧。怎么？我突然变得善解人意了是吧？就是你这搞得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。小慧，这几天你又是单位又是医院的来回跑，太辛苦了。你小的时候，你妈太强势，爸爸怎么努力她也不能满意。也是我压抑、郁闷，我就喝闷酒，还常常发酒疯，没有好好照顾你，关心你的成长。现在老了，身体不争气，还要给你们小辈添麻烦，这实在是……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？您是我爸爸呀，我照顾您是应该的，怎么能说麻烦我们呢？道理我都清楚，活到这个年纪啊，什么都看开了。把这个拿上。你干嘛，辛向东？什么意思啊？这又是住院又是手术的，就算有医保，肯定还是要花不少钱的。你太有意思了，我怎么可能拿你钱呢？你是我爸，我这些钱都应该我花的。哦哟，就我知道你们很有钱，但是你们花钱的地方也很多啊。再说了，我有退休工资，又有积蓄，我干嘛花你们小辈的钱啊？我不可能拿你钱的。这个你听我的，这卡里有6万，明码是你的生日。要是不够的话，我另一张卡里还有点钱。心情不好，想跟你说说话。不是因为这个，今天看见我爸那样吧，心里挺不好受的。因为以前他一直在外地工作，我跟他其实没有什么联系，挺生疏的。然后我就想啊，我如果早点关心他，早点对他好，你说他身体是不是就不会这样？而且，要不是及时被发现送到医院，不敢想后果呀。我明白的。而且今天看他，觉得老了好多。以前我觉得自己挺坚强的，但我现在好害怕呀。手术什么时候？明天你能回来吗？明天我这边还有一些事需要处理，可能回不来，不过我会尽快的。刘航啊，人已经到了。这样吧，我手机一直开机，然后有什么事你随时打电话给我，好吗？我这边现在……好，你忙。好，那先这样啊。沈宗玉来了，真的？你怎么谢我？啊，走。雨山说要给我个惊喜，但是我没想到是你。下个月本来我要去普航，想约你来着，但多巧啊，在北京见着了。对呀，我正巧过来谈2个项目，太巧了。哎呀，原生东方集团要召开董事会了，老沙要退了，所以说呢，董事会就空出了一个位置。你这几年在投资部的业绩我都看到了，所以说你是最有力的竞争者。谢谢。但是你们董事长好像推荐了其他的什么人，竞争还是很激烈的。
啊，宗玉姐，你不是说一定得举荐最有能力的人？是啊。那当年原生东方科技引入普航创投成功上市，靠的不就是我们周航吗？你们周航，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我们两家是世交，父辈就认识，从小她就像我妹妹一样。可不是嘛！你看我回了国，都没顾上自己的事儿，光忙你的事儿了。原生东方集团现在最大的问题，也是原生东方科技。作为他们的大股东，我对他们的业绩很不满意。行了，咱们先不聊工作，先吃好不好？来，先碰个杯吧。来，欢迎欢迎啊！谢谢谢谢。妈耶！喂，妈，怎么了？